莆田这边有很多好的食材，所以莆田这边必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今天方叔叔还要带着我去走一走莆田的街头巷尾，去找一找民间的美食。之余一直在说呀，方叔是一位老饕啊，是一位从事餐饮几十年的人，所以他今天也会亲自下厨去我们炮制一些他记忆里面能够代表莆田的味道，有点期待哈。走了是吧？走了，别拍了。它现在是我们罕见最出名的一个豆浆。干单。豆浆跟米粉炒在一块儿啊，这种吃法很新鲜哦。我们这里的特色。我对他这个店印象最深的就非常干净，确实是，连那个灶台旁边都没有油渍的，这些都是。这个很重要，代表老板的一个态度啊。我是把这里当做家里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进来吃就像回家的感觉，对一样。纯绿晒的，老天不给太阳，他就做不起这个米。你看你这样子写满了自豪2个字。不是真的。广东芥蓝跟莆田的本地芥蓝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芥蓝一点苦味都没有，没有涩味，没有。这是豆腐丸，豆腐做的丸子，哎，那个豆浆配就很合适了。对。来了，哎，走了。每个城市都有做豆腐的人嘛。那这个做豆腐的人都是半夜开始做豆腐的，凌晨4、5点的时候，肚子饿，差不多。兴化米粉是最早的这个快手米粉嘛。他就放一个，然后这个豆浆灌进来就可以了，热的就给自己填一个肚子。现在后来生活改善之后，就开始了拿来炒啊。试一下。这个米粉就跟豆花水就可以结合起来了。哇，这个它细的像现在没有那种食材了，以前有的叫做发菜啊，它那种细致的口感跟这个真的太像了，是豆浆在里面真的起到那种清清淡淡味道，它不会很浓。豆浆本来它也不是说很浓味的，但那种豆子的香味能够加在里面。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调味，它不是纯粹的说咸啊、甜啊，不是那种，很特殊的香味。这个它为什么就是各种豆腐丸是一个特色哈。豆腐丸子是这个，试一下。对。有像客家酿豆腐那种感觉，好甜，是豆的甜味，它不是调着的甜味。这个有意思，本来以为早上吃肉丸，我说我吃不下了，结果豆腐温柔啊，温柔的一顿早餐呢，舒服。早上跟着方叔在韩江那边走一走，但是呢，来到这边要吃的好东西，绝不仅仅是那么一碗的粉了。因为方叔本身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做餐厅做了几十年，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老饕以外，他还是会下厨煮点东西的。所以来到了方叔家里面了，也叫做试一试方叔的手艺，看看他这个做几十年餐饮的人，他的手艺如何，也是地道的这边莆田的好东西哦。因为莆田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我们生长就在农村里面嘛。那农村里面就是农民的收成吧，他种的农作物也好啊，他捕捞的这些海产品也好，我们其实都还是注重它的原材料。那你说农民会有多好的厨艺？真没有，是吧？那只能把食材选好让食材原味来体现。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现有莆田餐厅，我们整个产品菜肴，我们都是追求原味这2个字。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这么多的料，只为了一碗面，红菇海鲜面那这个面是莆田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我相信早期没有这么多好料吧？那现在我们是把它不断升级。但是整个味型，还就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都是当地的食材哈。还有呢，这个面要看一看你看这个面是白面，那也就是说这个面完全就是面粉加水，最原味的嘛。我肯定是先热锅吧，但莆田我们煮面多数还是会用一点猪油，
那煮卤面我们通常会有放一点八角，八角最好是爆一些比较好。五花肉吧哈，五花肉也是真鲜的吧哈。红岩葱。红菇我们现在用这个也是莆田菜、莆田卤面里面最特色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干贝、虾干、藤干、龙螺丝、大白菜，通常会挑选金白菜，就是黄色的，那才是最甜味的。然后就是猪骨汤，煮面骨汤很重要。这个汤底已经是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了，熬出来的。然后你看，所有的料经过爆炒，然后再用高汤下来，香味跟食材的味道通过这个煮滚去熬出来。为了让它味道更好，我们让它汤稍微再熬一些时间。所以正常一个面，我们家庭煮大概就是要8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其实，在店里面，在莆田的店里面，我们也碰到这个挑战，一碗面要用8分钟来煮，太久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想清楚了，该用时间的还是要有时间给它。该慢的就慢，因为你看这么好的一碗面，你说为了赶时间，把它变得很仓促，那不值得。花蛤可以下了点虾、韭菜、小白，然后有些韭菜，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料酒、油，然后稍微再焖一下子。莆田人煮面就这么的讲究。把莆田所有好的食材共冶一炉，形成的这一碗卤面，看着就开胃。哎，我只吃面就好了，你配料的话，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儿。试一下啊。主要是面吸它的汤料哈，汤底。这个味道很有意思，因为它那种鲜味，不仅仅是海鲜的鲜味，山海间的味道。哎，这个非常对，山是菇，红菇。因为菇的话，它也是有一种那种鲜味在里面。对。然后加上这种海鲜的鲜味，融合在一块儿，山海珍品的味道，全部共冶一锅一盘，都在当中。所以我非常认同您说的话，其实你们这边做这个面条，它的汤底汤头，太重要了。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你们这边一个比较经典的了。对，炒米粉，炒米粉也是试一下了，真的足够细，一直在说细的像法菜一样，对，一点一点，它在。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味蕾很好的去品尝它每一个上面的滋味。现场的拍摄遇到了一个意外，是方叔的狗们玩得太欢了，真的要把它爆开，要不然的话。说回这个兴化米粉，刚才您说是有感情在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在里面？就是过年过节你才会吃到，还有一个就是招呼朋友，所以我们对这些菜都很有感情。这个就是莆田的待客之道。我觉得他很淳朴，他觉得朋友很重要，亲戚很重要。为什么我办莆田这个餐厅呢？说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去到新加坡，你一直在怀念家乡的这个味道的时候，而且你会想说，哎，我开了这个店呢，能够解自己的乡愁，然后又能够把莆田的这个美食能够带到更多的地区，让不同的地区的朋友都能够尝到莆田的这个美味。在莆田找到的好吃的东西，当然绝不仅仅是刚才的一些粉啊、面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但是通过这2道菜，在其中可以看到说，莆田这边的美食智慧，可能就是一道简单的粉、简单的面，但是会用很多的配料去让这一口简单的美食变得不简单。而这些东西是方叔叔教会我的。方叔他除了是一个餐厅的老板，莆田餐厅的老板，经了很多年以外。真正让我觉得惊喜的是，原来他竟然自己下厨，有这样的一份的手艺在。通常一家餐厅，他就是老板，他又是厨师的话，这家餐厅的出品应该是 OK 的。所以我对莆田餐厅的信心会更大。但是讲真，我自己还没有吃过莆田餐厅，回到广州之后，我一定会试一下。最后，请记住，姚大秋是要带你吃下全世界的人。